训练在这儿？没错，以前每天在这训练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想用这个激励我？我不需要激励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没说要激励你，上来感受一下。 干嘛？带上。来，你可轻点啊！以前打过拳吗？特别厉害。没事吧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没动手了。好，起来，那就准备好。 没出血吧？还没，我手下留情呢。哎呀，真打吗？啊？打你不很疼啊？来。 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拳台上，只要我们走上来，心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每次被打倒，要想办法怎么爬起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赢的机会。人生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你遇到点挫折你就放弃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 就像人掉在水里不会死，待在水里才会死。你只有游，不停地一直往前游。有些人呢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其实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害怕失败。 我没有想放弃啊，我就是累了，休息休息。来呀！单挑啊！我觉得啊，最好还是把小韩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眼下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。 你去办吧。散会。去哪儿玩啊？咱们一会儿。姐呢？他马上来了。钱钱，哎，
赶紧吃饭。啊！快过来吃饭！哎呦，今天安排我们去哪玩呀？姐，你咋了？你眼睛怎么肿了？你哭了？哎，来，先坐下，坐下。芊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今天咱们得从这儿搬走。怎么了？我跟他分手了，然后就不能住在这儿，得回我那儿住。还有，车也得还。没事儿，女儿，还就还。你爸坐那车，还晕车呢。我早就不想坐了。没事啊。就是，我也不喜欢这房子。我找个指甲刀啊，我还得楼上楼下的到处跑，这一天要跑好几回，我这腿都快跑断了。哎呀妈，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姐，是不是？如果真是他欺负你了，你告诉姑父，姑父一定不辜负你，我揍死他。姑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两个吧，就是想法不一样，就没法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合适就不合适，谁还离不了谁。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闺女，没事没事。这些天呢，我们该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也该回家了啊。不就有俩臭钱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姑，别那么说他。都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，听我的，啊，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今天就回去。闺女儿，你看，你职也辞了，房也退了，要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就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回家，再回去。是啊，芊芊，我们这几天吧，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芊芊，你啥都甭怕，你爸你妈呀都为你打算好了。是，有这大家都认了，天差不了。爸妈，姑父，我不是不想跟你们回去，但是我不能这么回去。我在这儿有我的工作，有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因为一个不合适的人就丢了这一切呀！我不甘心。对，闺女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赶紧的去上班吧。是呀，女儿，这地球离了谁都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吧。来，快吃。一会儿收拾东西，咱们就回去了。来吃，来，吃饭，先吃饭。女儿，吃饭啊。嗯。你好。你好。麻烦帮我把这2把钥匙交给你们侯志荣侯总。车呢，我已经停在地下车库了。好的。请问您怎么称呼？你什么都不需要说，给他就好。好的。赵总好。赵总好。哎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我要收回辞职报告，辞职的决定太草率了。我同意你收回你的辞职申请。谢谢赵总。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位真正对你好的人。1个月事假的事不变，
咱们善始善终，啊，把家人送回去之后再来上班。赵总，假期不需要了，家人已经回去了，我要求回来上班。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归属感；只有在这儿，我才能找到内心的力量。报告，要求恢复训练。30分钟后，队员练习训练就要开始了。怎么样，钱教官？跟我跑跑，先热热身。是。走。赵总，我还有个要求，那个宿舍给我住2天呗，我找到房子以后马上就搬走。哎，我说钱教官，你占公司便宜，你没够啊你！啊！哎呀，不是，赵总，不是赵。亲爱的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要拉黑我？为什么不回我邮件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不要这么折磨我，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把文件交给一个白发老人。接头暗号：打倒老渣男。等会儿，那个你是不是？哎呀，什么呀？啊，大爷！哎呀，哎呀，
还真是您哈，就是你大爷，我怎么了？哎，您这是来哪出啊？你能不能扯轻点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化妆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不让你难堪？坑自己朋友老爹的钱，你让我认出来，你不嫌丢人啊？得，您还是为了我是吧？这破事儿您说的还挺硬气。行，咱谁也不说谁啊，差不多半斤8两。行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你这小兔崽子跑得还挺快。那就得了，找一地儿一块吃口，好好聊聊吧。等，大哥，虽然我很饿，但是我不想跟你吃饭。咱不是一路人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您是奸细叛徒。弟弟，你叛变小猴，我叛变老猴，是一回事儿，知道吗？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对侯爵没什么，我就针对那只老渣男。老渣男，哎，我想听听到底他怎么渣了。哎，真的，告诉我，那样的话我可以帮你啊。大爷，您现在就是很帮我了。不愿意扯，那就算了，走吧，各回各家。等会儿，我说您很帮我，这就是跟您客套一下。客套归客套啊，剩下那20万你得赶紧给我。放心，人给我钱，我一定会给你。只要你想着要钱，办事儿就一定会靠谱的。靠谱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。走着。哎，你包不拿吗？我来。走着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你帮我找一下胡总。哦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胡总今天全安排满了。你跟他说侯爵找他，我们认识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还挺麻烦。胡总，哎呀，果然是你啊！是，我还以为重名重姓呢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助理51。胡总好。你好，来坐吧。上次见你还是出国之前呢。哎，短短几年不见你，现在都成大设计师了。也没有，谈不上设计师。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我爸公司。然后自己也没做什么独立项目，所以算不上设计师。哟，这么谦虚啊，比你老爸还谦虚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挺好的。最近行业内的一些聚会，我都没时间参加，一直在出差。有些问题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。没事，您问。你老爸的公司是我们行业内数1数2的。比我这小公司大多了，拿到的工程也都是一流的。很多设计师想进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主要是想出来自己锻炼锻炼。我爸公司虽然大，
这个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是也晒不着太阳啊，也经历不了风雨。我想多经历经历，然后让自己成长一点。哟，不错呀，志存高远。要给你鼓掌。谢谢胡总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胡总是这样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现在还在筹备。对了，我有一些，我的作品，还有我上学时候设计的一些作业，都在这里边，您都看看，都留你这儿。可以，回头我仔细看看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想跟您说，我从这种检视出来了，我现在独立了，啊，单独干了。您后面有什么小的招标项目，想着我点儿，让我参与投标就行。你放心，侯志荣的儿子，我一定照顾。别，胡总，我凭实力争取，您给我机会就行。哟，说你是侯志荣的儿子还不高兴啦？也没有。好，有志气。这点也随你老爸。难得你在创业的时候还能想到我，我一定会留意。哎，你现在这公司在哪儿呀？有几个人？我公司现在，我先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这不都刚起步嘛，然后规模也不大，公司现在暂时就我们2个人。哦，那不错，哎，不错不错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这公司啊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接到了案子啊也不多，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们再出去多走动走动。哦，是，我这回来也就是也来看看您嘛，然后我等一下还约了那个彭总的公司啊。那就太好了，多跟彭总聊一聊啊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成好啊。哎，那您忙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胡总。好。一口一个侯志荣，你说要不说这3个字，他是不是话都不会说了？这本来就是你老爸的关系，离不开他也是正常。什么时候能摆脱我爸这光环呢？太要命了！设计师是靠作品说话的，在没有作品之前，你只能是你老爸的作品。哼，你这还挺有道理说的。咱俩今天打车走吧，不挤公交了。打什么车？地铁就在前面呢，走吧。进来。胡总，我有个朋友是志荣公司马勇马总的秘书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他听马总说是侯志荣认为侯爵啊太不争气，不准备把公司交给他，侯爵一气之下才走的。他还让我啊千万别告诉别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彭总啊，侯爵去你那儿了吗？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呀，有点复杂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哎，彭总，哎，我到楼下了已经。啊，这么急啊？下次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。他说他要出差，那怎么办啊？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，走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彭总约好了，我叫侯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进来。
彭总，侯爵来了。彭总，彭总，你还没走，这太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联系嘛？啊？是我不是怕后面碰不见你吗？我这有个方案，我想赶紧来跟你看看。你呀，真的是跟你爸一个样，哎，喜欢把别人逼到墙角。出差啊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回头再联系。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怕后面你没时间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赶紧给您看一看。哎呀，真是个愣头青呢。这样吧，干脆我直接跟你说了算了。我根本不出差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侯爵看在我跟你爸曾经同过学的份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熟悉的那些公司，他们都不会雇你的。阿玛，我不想泄露自己公司的机密。我这样说够明白了吧？扔了它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就不信所有公司都忌惮你老爸。忌惮我老爸就能不尊重我吗？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的心血，因为他是我爸，人家看都不看，当成垃圾啊！有这样爸有什么好？真的假的，爸？太爽了，报应终于来了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知道了啊，拜。咋了呀？啥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我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侯爵跟他爸闹翻了，他已经被他爸赶出来了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找活干。可惜他求爷告奶奶，完全没有人愿意给他活。我这听着怎么这么解气呢？当然，就凭他喜欢他那个保镖，他也够 low 的了，活该。姐妹们，我现在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好主意，我一听你这计划，我瞬间都不累了。咱走吧。走，完全 OK。再叫几个人，走。好，我要去看他落魄的样子。你贴的什么？你自己看这不狗啃的，你给我干行活呢是不是？老板，自己舍不得钱不去贴膜店贴，叫我贴，我哪儿贴的好啊？舍得对，行，那贴膜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啊。我贴还不行吗？越来越油，跟天哥学的是不是？你把那牌子露出来。海星买新车啦？2手的。我看呀，怎么也是8手。这海星就是喜欢折腾，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。
你看一眼谁来了？我知道，他刚刚微信我了，热烈欢迎啊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们几位用餐呀？侯爵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几位美女找侯爵有何贵干啊？带我找他去。这边请，小心。这啥？小心台阶。太破了吧？你说真的挺 low 的。哎，慢，小心。好，快来。我看这谁呀？看看。好久不见。来，进来坐。进来啊！哎，来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有发霉的味儿了？发霉的味儿。是没事儿。是。你们自己坐啊。你就睡这床，应该都没你人高吧？够你睡吗？我平时折着睡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在这体验生活啊？这我不是丰富人生吗？在这。他真太寒酸了。寒酸吗？我这自己布置的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行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知足常乐。我今天也不是来寒碜你，主要是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，Coco、Lily， 你见过？哎，你好。这3位呢，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重要人物，要给你牵个线搭个桥，是飞翔集团董事长的3位公子，大飞、二飞、3飞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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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雪中送炭，感不感动啊？非常感动，大老远的。毕竟咱俩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是不是？啊？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呀差一丁点儿就成了这位侯大公子的女朋友了。哎呦啊！我要是当时没有看明白啊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我就要天天在楼下餐厅吃饭了。对，当时幸亏这个陈大小姐及时醒悟啊，才没有落入我的魔爪。哪有啊，这是你侯大公子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。蟑螂！走了。哎，走。不坐一会儿了？你自己待着吧。什么地方呀？这怎么能给我床给坐塌了呢？这么不争气。真没想到啊！没想到什么？你呀，有勇气，愿意他来。我是看看我抗压能力怎么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好像不怎么样啊。照现在看，他们过的生活，我如果想过上的话，靠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够。那就是你以前的生活，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现在我又走进了一个死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懂我心情吗？前面后面都是路，但是我哪条都走不通。
在公司吗？帮我个忙。哎，马总，侯总不在。上哪儿去了？啊，侯总在天台呢。侯总，小韩回复了，他说他不想回来，他要去旅行。等了他2天，居然给我这么一个答复。是啊，什么东西呀？再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他愿意回来，今后他出去旅游，公司报销。不是他是今天的飞机。我不管他是今天还是哪天，你必须把他给我找回来，不能让他走。侯总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他不听我的。我明白了，我来给他打，他还臭来劲了。喂，侯总。喂，小韩啊，我是侯志荣啊。马总说，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上回丢方案那个事儿，我正在气头上，所以错怪你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往心里去啊！我侯志荣现在郑重地向你道歉，并且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回来，好不好？侯总啊，您言重了。道歉谈不上的，其实那次吧，我也真的太激动了，我还想着找个时间给您道歉呢。小韩啊，你知道，瑞吉酒店对设计师来说，那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国际级的大项目啊！很多设计师这一辈子，也许都碰不上一回。能够完成这个项目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公司来说，意义非常的重大，明白吗？还有啊，你可能也已经听说了，侯爵已经离开公司了。他的离开，跟你完全是不一样。他离开就离开吧，虽然说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劝他回来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责任心、有才华的极具潜力的优秀的设计师。你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样。虽然说我侯志荣这个人平时不太表人，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那绝对是无可替代的，明白吗，小韩？所以啊，我希望你做工作呢能够善始善终。公司啊现在压力很大，我的压力也很大，我们都需要你啊。那个侯总啊，谢谢你的信任，可是。哎呀，小韩，就不要可是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围山就任，千万不能功亏一篑呀！你说呢，小韩？公司的全体员工都盼着你能够回来，我在公司等你，啊，那就先这样了。不过侯总啊，喂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十一，走。走吧。干嘛？这太带感了吧？这个
大机车是不是？哎，看着点儿啊！干嘛呢？弄他一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会骑就好。你可以啊，来试试。你可以吗？来，有点高啊，这个。我扶着你，慢点啊。哎，这感觉不一样啊！这应该。哎，干嘛呢你？这多重你知道吗？压你腿怎么办？多亏你。这车给他俩真的白瞎了。给你就不瞎呀？给我，帅不帅？嘿，这车不错，大机车配我，如何？配你一般。不是想出去兜风吗？这个最合适了。给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带你兜兜风。带你兜兜风啊！下来吧。上车吧。好好的啊，赶紧进去吃口东西吧。我不吃，你别在这站着呀，注意安全啊，搂点腰。哎，慢点开啊，重。都会带上。按秩序下哈。来，我们到了，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不要落在车上啊。来排队，拿着排好队，好吧？来，你下，我来拿来，哎，好。来，大家带好自己随身物品，不要落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落下东西。我们是出发口登机口的。哎，哥们儿。啊？哎，大家跟上啊！后面的不要掉队，跟上。干嘛？给你了。给我？你拿着吧。谢谢。大家跟上啊！我亲自给你做的爱心海星炒饭，尝一尝。你自己做的？嗯。这也太可爱了，还有个小笑脸。这个他们都没见过，专属的。好香啊！尝尝。还行吧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。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还行吧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哎呀，以后你想吃啊，你就随时来，想吃什么我给你做，你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就行。多少钱？我给你钱啊。哎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说这不伤感情吗？我都不舍得把它给弄坏了。没事，要不然你就点蒜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炒饭要就了蒜，天下无敌。蒜，我给你拿个啊！你别在这晃了啊！去给我拿瓣蒜去，快去！还真像个老板啊，跟自己家员工说话像个爷们儿。我跟谁说话都挺爷们儿的吧？说到这个吃蒜啊，为什么要吃蒜呢？因为古话说得好，叫吃饭不吃蒜，基本算白干。你们家这员工脾气跟蒜挺像的。等这两天家里有事吧。我给你包一个蒜吃吃啊！不用，我不吃。哎，别，我这蒜都是新蒜。我不吃蒜，你别给我包蒜。没事，我不吃蒜。哎呀，我说了我不吃蒜。行，不是。谢谢啊。哎，
那你看你还要不要加点什么？那你再给我加点那个辣椒吧。行，好。我还是自己给你拿吧。我们那师傅成都人，那辣酱特别好吃，我就给你拿啊。8分钟。服务员，买单，25。不用找了。说什么不用找？自己很有钱似的，浪费粮食，吃2颗就不吃。酱来喽！哎，人呢？上厕所了？走了。你是不是胡说八道了？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啊？哦，他问我多少钱，我说25，然后他要走，拦不着我，我还得拦着他不让他走啦。你还收人钱了是吗？开门做生意，谁能不收钱啊？哎呀，你还学会顶嘴！你看你这态度，我跟你讲过什么？顾客是上帝，他比上帝还大，你知道吗？哼，他是上帝，行，他要是上帝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阎王，知道吧？我就是阎王！哎呀，这造反，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就不想干了，了不起啊！消失。行，再见。再也不见。这是给他能耐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哎呀，还真生气了。体育大学啊？没错，我母校。来这儿干嘛？进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回忆青山。你训练在这儿？没错，以前每天在这训练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想用这个激励我？我不需要激励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没说要激励你，上来感受一下。干嘛？带上。来，你可轻点啊！以前打过拳吗？特别厉害。没事吧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没动手了。好，起来，那就准备好。没出血吧？还没，我手下留情呢。哎呀，真打我啊？啊？
知道吗？在这个拳台上，只要我们走上来，心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每次被打倒，都要想办法怎么爬起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赢的机会。人生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你遇到点挫折你就放弃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就像人掉在水里不会死，待在水里才会死。你只有游，不停地一直往前游。有些人呢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其实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害怕失败。我没有想放弃啊，我就是累了，休息休息。来呀！单挑啊！小韩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这是？我来上班。我就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这肯定不能是你干的呀。当然不是我干的，不过呢，侯总他们也调查清楚了，那我这儿就一笔给我消了呗。太好了，侯总是叫你回来改标书吧？对。哎，太好了！哎，小韩，这次就只有你出马了，我们大伙可全都靠你了。谢谢。你回来我们就有希望了。你可不知道，侯总给我们发的脾气那叫一个大呀！对呀，我当时就特想喝口战马，用100米冲刺我跑出去。高总监，侯总交代他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，要晚一点才能回来。他说让您务必在办公室等他。啊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辛苦了。哎，你这是有什么玩意儿？可以啊。别闹了，还生啥呀？再生董事长啊！让我们以最小声的掌声欢迎包总监回归。谢谢。行了，忙去吧啊！哎。哎呀，我们就在桥头上，你到哪儿了吗？哪个桥头？我这不在桥头吗？我都桥头啊！我这在桥哪个桥头？就在这儿。哎呀，你瞎的说。哎呀，我说娃娃呀，你这样想，哎，就算你要走嘛，你把工资领了再走噻，你不能说1分钱不得。你说你能上哪儿去呢？我才不稀罕那点工钱呢。行，你说的啊，那你可千万别说老板我拖欠员工工资啊，这事我真干得出来，我1分都不给啊。不给就不给。娃娃，
这个钱呢是小事。你说你今天晚上住哪儿？那我就去找我老乡去那地下室挤一挤。海星同志啊，来，麻烦你站起来。哎，你能不能严肃的给娃娃同志道个歉？哎呀，这个娃娃同志，今天呢，可能你心情也不好，你老板语气有点过，在这儿呢给你道了个歉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别生气了，走了，回去吧。呀！能让我回去行，那以后再也不许为了那个又妖艳又会武功的女的骂我。娃娃，要尊重人啊，那是我朋友，很重要的朋友。什么叫那女的？反正你知道我说的是谁。哎，你这孩子是不是蹬鼻子上脸啊？我这歉也给你道了，你怎么能那么说人家呢？我就说。好了，鱼，一人少说一句行不行？哎，少说一句。娃娃同志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你是我见过的女娃子里面长得最漂亮的，其他那些女的，就是胭脂俗粉。前2天他那调料没少往脸上抹。海星，你也少说2句。行，你懂不起，娃娃，去，你懂不起，说你。哎，行了，我错了，好吧，回去让天哥给你炒一盘海星炒饭，好了，加2份肉。我亲自给你炒，行了吧？加2蛋。走了，回去。哎，这不就完了？就走了？哎，等下我噻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表彰大会，为获得2等功的51队员颁奖。51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险情，临危不惧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保护了客户的安全。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，客户的安全就是一切。可是，每当我看到自己的队员为了保护客户的安全而受伤的时候，我是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，你们都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；难过的是，我真不想你们受伤。你们都像是我的孩子，每当看到自己孩子受伤的时候，我这心里真的很疼。但是，敢于牺牲自己，救助他人，这恰恰是我们职业的神圣之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每一位，因为你们都在努力地践行自己的职责，是你们让我们的职业充满着无限荣光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。51队员，出列。是。请上台领奖。从今天起，51队员从3星晋升为4星队员。51队员，跟大家说2句。是。
首先，感谢公司给我这个荣誉。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父母也在问：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生命，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我相信我的战友们，你们也曾经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过。但是今天，我想我找到答案了。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，根本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这个问题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是的，我挡在客户和危险之间，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爱我的职业，为此我会继续努力，不辱使命。颁奖大会到此结束。哎，那个，赵总，等会儿，我想说两句。侯先生，你是想在下面说呢，还是到台上来？我上去说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侯爵，我就是这个51的客户啊。51这次就是为了保护我受伤的。我感觉特别的非常的感谢啊。其实这次吧，情况发生的特别突然，他完全可以大喊一声小心呀，或者是趴下呀，就可以躲过去啊。他喊出来这一声，他的职责就已经做到了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不顾自己安危的冲了上来，对，把我扑倒在地，保护住我。我在这儿，我还是想跟51说一声感谢，我也代表我的家人跟51表示感谢。51，谢谢你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哎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干我们这行肯定不能考虑值不值得，要不然怎么保护客户？你们做救援不也一样吗？是，没错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价值去衡量的，对吧？这也是我跟我爸之间最大的分歧，他老是把所有事儿都贴上价签当生意去做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哎，去吧。不去。去吧。不去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能不能去啊？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，人家听你的条件觉得特别满意，很希望你去，突然不去了。也太不给人面子了吧！我给他什么面子呀？啊，我连里子都没了，我给他面子，谁给我面子？哎呀，人家正好缺一个英文的代课老师，你不也没事吗？白天去找找项目，研究设计，晚上就上2节课，赚点外快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缺老师，我就当老师啊。他要缺厨师呢？再说我还缺女朋友呢，能不给我介绍一个？哎，我跟你说。那儿补课的女学生都特别漂亮，我保证你去了就不想走，真的。不是女学生特别漂亮，你别拿这事诱惑我好不好？那女学生再漂亮，那当老师多难啊！我上台讲什么呀？我总不能上台讲设计，我讲画图，你们听睡着了？你
可以用英语上台讲讲你的泡妞经历，他们肯定爱听。那我还怎么泡他们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证明你自己，你有本事可以赚到钱，虽然钱少了一点，但是至少是个开始啊。嗯，想想。赚钱，赚钱那就赚钱呗。但是，我去上课行啊，你在门口等着我，你别进去。为什么？我看着你不好意思啊。那可不行，我肯定要进去，而且我还必须坐在第一排，我要双手托腮，然后认真的听你讲课，记笔记。哎呦！侯总，盛爷这老狐狸打的什么算盘？最近老压着咱们的货。我跟你说啊，盛爷现在把生意、利益什么东西都看淡了，唯独没看淡的，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。谁要是让他那宝贝女儿不开心了，他一定会让这个人更不开心。侯爵算是撞到枪口上了，中弹的却是我。侯总，您要是这么说，那我觉得你心里还是有底。有底？我有什么底呀？我有底还跟你商量啊？咱们现在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。啊？我已经联系上了，你放心吧。弄巧成拙。当时啊，刚去国外，大家语言都不是很好，然后自己学了一点点英语，觉得自己还可以跟人交流，就跑去跟老师交流。但是我们讲这些话题讲着讲着，老师说：“哦 ，Go ahead。”他的意思是 “Please continue”， 让我继续说下去的。但是我当时一听要 “Go ahead”， 这不是去你个头吗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，对吧？”所以，刚到国外就是会出现很多这种语言上的笑话啊。但是在学英语这件事上 ，W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nglish？ 我觉得是语法、短语、写作文。对对对，这些都是在我们学英文的初期特别讨厌、特别枯燥的一些环节。但是学到后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些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哪两个词？是这两个词 ：yes 和 no。为什么说这两个单词很难？不是因为它们有多难拼写、多难读，是因为这两个词很难理解。怎么说很难理解呢？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我要去跟她表白，我说 ，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?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?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她怎么讲 ？Yes。当然是 yes 啊，老师你那么 handsome， 他不 yes， 我 yes。我也觉得他应该说 yes， 但是这时候 she said no。他说不，他说我不要，他拒绝了我。But why？ 他说 because of her job， 因为她的工作，他拒绝了我的情感。所以我又问他 ，So you won't be my girlfriend？ 那你不想做我女朋友，是吗？这时候他怎么说？刚才真是饿了。哎，你给我炒一份。你别吃了，你这怎么能不供饭吗？你别吃了，大晚上的，交代多少次记不住，这都没人了，就浪。你看你薅的，不吃你个小饭要你命了。你先喝点水吧啊！我不喝。哎呀，你快喝点吧，今天说那么多话，哎，大表姐你不饿吗？
我不吃，我不饿。你看人家，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？你看他那样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不咋地，特别好，真的。他不当老师可惜了。他上课特别有感染力，大家特别喜欢听他听课。哎呀，我听你这个形容，你这个状态，你是不是有点爱上我了？别没正经的，你在这。谁没正经？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那种爱，学生对老师那种爱，他渴望知识的，每天纯洁的仰慕。你看他美的。今天那2个小时算不算钱啊？算，当然算了。周六周日各1节课，每个课时呢200，4月的10号结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钱都不是问题，这不就挣了吗？孩子长大了呀，我很欣慰啊。欣慰什么？炒饭去，奖励你1盘。你真吃啊？给你的。哎呀，这咖啡是越来越难喝了。晨晨越来越慢了。他哪次不这样啊？哎呦，可算来了。来了，你看这小腿，这小高跟鞋。能不能不说了 ？Cappuccino please。哎，昨天晚上你爸特意给你安排的设计师专场怎么样啊？一个极其无聊的夜晚。你不会一个都没看上吧？这要求也忒高了吧？不是我要求高，一个个的都分不清谁是谁，太没劲了。哎呦，那个可以吧？真可以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晨晨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得了爱情病了呀？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。你可别把侯爵跟所有人比啊！要我看，哪个男人都比他强，比他有出息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他有多好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就因为他不一样吧，可能。哎，那他后来联系你了吗？我说这个男的被他老爸赶出来了，居然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个女跟班。我看他脑子肯定是进水了。我看你啊，也甭搭理他了，就让他跟那女的窝在他的小屋里面相亲相爱去吧。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一提那女的我生气。我跟你说啊，侯爵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，他就是典型的爱上还没开发呢。见谁离得近，顺手就拉过来了，段位太低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那就不能让我来开发他吗？你开发不了，我跟你说了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咱们这样上档次的姑娘。你赶紧把你那衣服给我弄好，太上档次。你可太上档次了，所有人见你都会被你吓跑了吧？动真格啦！爱情啊，晨晨，哎爱情。看什么看？好喝，真好喝。是。哦，还没回来。成，我不急。那等您回来，我们通电话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还没回国？找个借口吧，应该是不想见我。习惯了。陈大小姐，什么指示啊？赶紧下楼，我在餐馆门口呢。干嘛呀？下来吧，拜。晨晨来了，不知道要闹什么干蛾子，我去看看去啊，不走远。
陈大小姐啊，怎么着？你的贴身保姆没跟着呀？什么事儿？我是挺忙的。忙啊？那就说找你设计书吧也没时间了。别逗我。谁逗你了？我跟你说真的呢。那我也跟你说个真的，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我设计过一个大型书店，里边又能喝咖啡又能购物，但是黄了这项目。那就整好了。我深圳一朋友要开书吧，叫我给他推荐人呢，找了8个人他都不满意。你要试试吗？你找那么多人都不行，找我干嘛？因为你优秀啊。主要还是因为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混得最惨的，别人都不稀罕这个小机会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就挺稀罕这个机会的。那就这么着了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准备好方案，然后机票我给你订，就当扶贫了。那你这次扶贫还是非常精准的呀。必须的。这么着急吗？明天就要走？怎么着啊？你都混成这样了，还指望着事事顺你的心啊？我问问还不行吗？那他们都需要我准备什么呀？就方案好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。就方案好啊。嗯哼。那我就回去多准备几套方案呗。啊，行了，谢了啊。就真想谢我，就别让我再看见整天跟着你的保姆。谢。看见他就烦。拜。告诉你不准带他去啊。那个晨晨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机会，明天我可能要去趟深圳，但是他提了一条件，不许我跟着是吗？对，没问题。我跟赵总汇报一下，公司会安排的。好吧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多愿意跟这个晨晨出差呢？我可惜命了。那行，那你正好去跟你们赵总说一声，你的合同应该是明天到期，那这样就等我从深圳回来，我再去你们公司帮你续约啊。你先忙你的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准备准备。本大师闭关1天。专心设计，请勿打扰。
牛奶热好了啊。好嘞。海星，你别弄了。钱钱说他吃完饭过来。啊，我知道。你说他来我这还吃了来，真见外。他是最怕麻烦的主儿，来了接上侯爵直接走就比较简单。那你说他路上要是饿了呢？万一没吃饱呢，是吧？有备无患，我给他带着。来，你过一下。侯爵，下来吃饭了。啊，来了，下来了。嚯，给我煎蛋了。一天没合眼，困不困？一点都不困，我现在精神好得不得了，战斗力满满。多吃点儿，补充点能量。吃完这蛋，我就更精神了。吃完这蛋，我就更精神了。你慢点儿，来得及的。侯大公子，可以出发了吧？有。你再吃一点，没吃多少呢。走了。东西拿全了吗？拿全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干嘛？侯大。啊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转过去来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吊牌都没摘，别动。啊？哎，别动，捡到你。好了。我给你们拿点吃的，路上饿了吃。哦，谢谢。一切顺利，一起吃。拜拜啊！钱大教官辛苦啊！是挺辛苦的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给你放衣服，赶紧你上车吧。麻烦你了。嗨，跟我还说麻烦，走了啊！哎，侯总。猴子。怎么了，大表姐？不知道怎么突然肚子疼。那我给你倒杯红糖水，你坐会儿啊。谢谢。没事。哎，芊芊，哎，挥！不是你怎么着了？跟谁生气呢？没惹你我呀？是你生气还是我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？你生气啊？如果是我生气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要有什么难处，你跟哥说，对吧？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讲出来分享分享。虽然我帮不上忙，但是我能帮你听啊。你呢？在后座坐着就安静点，当我不存在就好了。我不是11，没有那么好的脾气，把我惹急了，小心打你个内伤。好。什么脾气都是。这还有时间，一会儿咱们找一咖啡厅，我把电脑资料整理一下。电脑？啊。电脑在这里啊？啊。怎么这么轻啊？箱子里啊？电脑呢？我好像没带。你出门带什么脑子呀你？那怎么办啊？11给你发邮件可以吗？
不行，我电脑里文件放的乱七八糟的，他找不到。我现在给11打电话，让他送过来，应该赶得上。11，情况比较紧急，侯杰电脑没有带，麻烦你送一下。我知道了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喂，啊，电脑在呢。裴西，裴西，稍等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没事没事，我没事，先挂了，这样吧。进去等他。在这儿等着吧，多着急呀！那就在这儿等吧。来，这下啊，来，再来一下。里面还有一份，来。车钥匙呢？在这里的。哎，这箱也是。哎，你小心点啊。哎，好，放着。哎，门没关。哎。还没来，这不堵车呀？如果改签来得及吗？我跟那边定好时间了，你知道吧？到时候人家以为我连飞机都赶不上。要不我给打个电话？你别给他打电话了，他现在肯定比你着急，让他好好开车吧。哎，是不是来了？哎，电脑，这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流这么多汗。着急，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没事吗？现在我先走了啊！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！你脸色这么差，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快点吧，走了。我走了啊，有事打电话啊。你们谁是他们家属？我们都不是，我们是机场工作人员。他在机场晕倒了，这是我们在他身上发现的工作证。你们赶紧联系他们单位吧。好，行，知道了。哎，侯总，有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盛爷那边的供货彻底断了。彻底断了？我们一直在等他们的钢材。而且已经停工待了好几天了，这不说今天到现在还要等，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确定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等盛爷，但甲方等不了我们呀。这耽误1天的时间，那就是个不小的数。这个数不用你跟我算。有没有问过盛爷那边的人呢？啊，他们说了，钢筋到了，原本给我们的货呀，现在都给了住建部的一个工程了。盛爷他这是想干什么呀？还不是生侯爵和程程的气了。而且人家公司那边啊，现在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。小王，货到了就先给其他公司，最后一个才轮到我们。他这么做也太小气了。当初说好的，儿女之间成不成不影响咱们俩之间的交情。他怎么这么言而无信呢？这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工程啊！我觉得要不咱们换个供货商，做他2手准备。这么大宗，换谁都需要重新谈判，需要重新安排时间出货。时间在哪儿？你告诉我哪有时间？替我约一下盛爷，我要当面跟他谈谈。
多少岁了？45岁。45岁，有过什么病史吗？小李，最近有没有？患者51的家属到了没有？哎，这儿了。怎么才到啊？赶快签字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签哪儿签？晴晴，11人哪儿去了？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少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啊！11正在医院手术呢，急性阑尾炎。他严重吗？正在手术，有结果我马上告诉你。到家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我问周全了，11他去开会了，不能回电话，也没有办法回微信。你俩有完没完？再提他，我跟你们翻脸啊！我说了，别提了。侯总啊，咱们长话短说，我一会儿还要赶一趟飞机。是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马勇办的事儿啊！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么忙，咱们俩就改天约嘛。真是的。哎，是我定的这个时间。哦。现在正是吃帝王蟹的时候，我马上要去趟阿拉斯加。哎呦，盛爷，您看看您多有闲情逸致啊！哎呀。我要是能像您这么潇洒就好喽，为了尝一口鲜，连生意都可以不管了。应该这么说，做再大的生意，也都是为了口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现在啊，是什么都不在乎，就在乎孩子们的幸福。盛爷，在乎孩子们幸福的同时，也些许腾出一点精力，稍微关照一下咱们的合作。我那批建材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货呀？这工期拖不起呀，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呐。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下游的几家建材厂啊，都被关停了，污染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我现在啊，已经派人呢去调货了。哎，这都得重新谈价钱、安排运输，这都得需要时间呢。是。哎呀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我一旦有货，就会优先考虑，啊，否则。我那个帝王蟹也吃得不太踏实。盛爷，有您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如果说不是因为侯爵让您不舒服了，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。哎，哪能呢？啊，我心胸啊。没那么狭窄吧？是，您胸大，您心胸大，又没正形你。
哎，你们张总准备什么时候见我们呀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张总和陈晨小姐还在说事儿，请稍等一下。你晨晨呀，他就是这个脾气比较火爆，从小他爸老来得子，一直惯他，给惯坏了。理解。你们有钱人家都是这么养孩子的吧？哎，完全不一样啊。那我爸就不惯我，他不光不惯我，根本都不管我。那他平时会担心你吗？担心我是真没看出来，我倒看出来每天挺烦我的，天天跟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我爸，我怀疑他啊，就是一个人这么多年，心里扭曲了，他见不了我好。我一谈个女朋友，他就说人家图我钱，他就给我施加压力。他自己也是，他老觉得所有女人找他都是奔他钱来的，你说是不是扭曲了？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找，是不是心里一直忘不了你母亲啊？我觉得啊，他找没找我也没看见，那就对我妈肯定是还有感情的呗。明白了。哎，我听十一说你前2天跟男朋友分手了，挺八卦呀你。性格不合。我想结婚，他不跟我结。那这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跟人家谈恋爱，没谈个几天就要结婚，换谁能答应啊？这凭什么我跟一女的谈恋爱就要把我就地拿下？那不应该，这是。我是说，我是说我，但是你不一样。我觉得你这种，你看，要什么都好，对吧？这个各方面都优秀，哎，那跟你谈恋爱，本来他就很骄傲，对不对？你一提结婚，他再不干，那就是他的不对了，那就是他混蛋，他耍流氓，他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不答应你？告诉我，我对你鸣不平。长什么样你给我看看，以后我江湖上要是碰见他，我就给你教育他，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您好，张总邀请您去会议室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就我对他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。见了就知道了。来了，这就是侯爵，侯公子，这位是张总。张总你好。你好。挺年轻的嘛。是。啊好，我就喜欢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呢，总会有新的想法。对，他昨天晚上就为这个一晚上都没睡觉。哎呀，辛苦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个是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好。那咱们开始吧。来吧。这样。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书吧的概念方案。这次书吧主要设计呢，就是摆脱这个传统的束缚，不让这个书吧看起来那么的像书吧。我们希望结合一些有趣的元素在里面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手冲的咖啡，卖一些这个。哎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还需要卧床休息一下。这几天呢，多吃点清淡的，别担心了啊。哎，谢谢医生。所有感官的难得体验，如何打开其他感官，这是一个哲学。手术顺利，请放心。收到，这事儿我来告诉侯爵。
然后我们要每天花大部分时间，大概在凌晨3点到4点左右，那个时间是最安静的，万物都在复苏的一个时间。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在凌晨3、4点的时候开始做方案。我们往后看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项目有戏啊，你赶紧给我回个电话。什么情况这一天？微信也不知道回。 啊，电话打几个也不回，什么情况？他以前也不会这样。你现在呢，已经做完了方案陈述，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了。嗯11住院了。啊？急性阑尾炎，手术很顺利，别担心。不是住院，你这段你不告诉我？你刚刚在里面不是谈项目吗？那住院这事儿，你不但我不知道啊，这事儿。侯爵。 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你的方案已经通过了，请稍等，我去准备合同。一会儿见。不用太感谢我哦。我感谢你，但是你跟张总说一声，这合同后面签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后面再签，马上一会儿就要签了。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这干嘛呀？马上就要签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他快递给我，11住院了，我得回去看他。11又11，怎么了？他病危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我得来不及了，你别拉着我，我真要走。 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侯爵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简直烂泥扶不上墙！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，别这么冲动？11人剧透去给你机场送资料是为了什么？是希望你能成功。这是你第一个项目，这马上就要签合同，你现在走不合适。没问题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我觉得在11生命的车上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也不想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先把合同签了再走啊。没关系，没问题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在电梯怎么还不来才重要。 过探视时间了，没事，你小点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掉哪去了？ 没事，我那个朋友在里边，我去看他一眼。哎，不行，探视时间过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都到了，让我进去呗。没办法，这是规矩，明天再来吧。你有男朋友吗？问这个干嘛？哎，你要是在外地出差，你男朋友突然生病了，住院了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在外地那么着急也赶不回来，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班火车，坐了30多个小时。 刚刚到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但是很想见他一面，你说怎么办？几床？24。最里面往左手，快去吧。谢谢。哎，别影响到别人。放心。去吧，谢谢。没关系。需要护工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么快吗？现在不是那护工都挺贵的吗？然后我也缺钱，我就过来打零工赚赚钱呢。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的方案怎么样了？我的方案，他们说是要商量商量，过2天给我消息。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不回去，你在这住院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就是一个小手术，没2天就出院了。小手术也是手术，对吧？看看人家那边都有护工，你没有怎么想，我得陪你。我也有啊，海星嘛，他本来要陪我，被我赶走了。他在这儿，我可别扭了。他走了，我更得在这儿待着了，对吧？别管了，我在这儿待着。
还是我留下吧。你在这能干嘛呀？十一要去卫生间怎么办？我什么干不了？我什么都能干。你去卫生间，我会找女护士带你去。真不用，都走吧啊！就算不走，一会儿查房也会把你们轰走的。没有。你这个还真不用担心。这某人啊，再给那女护士讲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爱情故事啊？没啥爱情故事啊。你别管了，我在这陪着你啊。那你睡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们2个女保镖赶我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回家，不合适啊，这是。你们再忍，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了啊。行，你赢了啊，我妥协。快睡觉啊！你们2个这么看着我睡得着吗？那要不让他躺下，你起来保护他。擦擦手，擦擦脚。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你别动，你现在是病号，得听话。哎呦，自己能行，你给我吧。你有个病号的样子行不行？这小伙子一看就在家老干活，动作挺麻利的。是啊，在家老挨欺负，这好容易有个机会，出来折磨折磨他。你别听他的，他根本不是这样的，平时。哎，姑娘啊，你别要求那么高，这小伙子真不错。我那老伴来陪泳，什么都不会做，哎，气得我都快病危了。你们别逗我笑了，我这伤口不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说话，我不说话。哎呀，行了行行，我自己来吧啊。这样，你帮我拿着那个液，我要出去刷个牙。刷牙行啊，那你等着我给你拿过来。不是，我不能都在床上呢，我扶我下去。你待着，把牙膏拿回来刷，不准下床，听话啊。
开饭喽！等吃完饭呀，我就回队里了啊，还有一堆事儿。去忙吧。来了。啊，侯爵。如果你想续约呢，那可得抓点紧了啊！我们11现在可是明星保镖，排队可长了。啊，明星保镖，那我是顾不起来啊。差不多。没事，等我陪他检查完，我立刻就去，谁也甭跟我抢啊！谁抢我就跟他急。蓝总啊，你真是心急啊！11的合同还有几天才到期呢，来坐。不过呀，按照我们的合约，同等条件下，他们有优先续约的权利。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提高我的条件，所有的薪酬可以翻到2倍。另外呢，11可以带4个队友一起。哦。哎，请。赵总啊，你要相信我们。我们是真的求贤若渴呀。理解理解。不过，即使他们不继续续约，这求贤若渴的也不止你们一家，在你之前还有好几家。这除了价格优势之外，还有其他特别的优势吗？我们集团未来2年里面会在国内新开5家酒店。如果我们这次合作顺利的话，那我相信集团会把贵公司提作我们的战略合作方。那么到时候，我们集团在国内所有的酒店安保工作都会交由贵公司管理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优势？这太算优势了。啊，你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51。哎，阿姨，您是51的妈妈啊？对呀，你认识我啊？您上次来我见过的。啊，51她在吗？她跟小寇总一起离开公司了。离开公司？什么意思啊？离开公司就是离开公司。哎，阿姨，那个51什么都没跟您说吗？没有啊。那我还有点事儿，阿姨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哎，你。这孩子，哎，妈妈11，你还给那个小猴当保镖呢没有啊？啊，对啊。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办公啊？我找你有事儿。我们在外面谈事情呢，不在公司。什么事儿啊？24床，量体温了。怎么还测体温呢？你是不是住院了？你到底在哪儿？快说实话，别让我着急。11，妈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出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这要是护理不好，落下毛病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照顾自己的。别逞强了，只要动了刀就没有小手术。医生说我明天都能出院了，都好了。不告诉您，不是怕您着急吗？啊，那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更着急吗？你说这小猴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被赶出来，还自立门户？他呀，他爸总是想安排他的生活，但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这2个人就会有矛盾嘛。一见面没2句就吵起来，总之各有各的理由。时间久了，
就受不了了，想自己出来独立了吗？净身出户啊！他还挺倔的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拿，就拿了一张他母亲的画像，还有一个他母亲留下的玉佩。后来应付开销，把玉佩也当了，开了一个工作室，说是要从头开始。你看他平时跟孩子似的，做起事儿来还挺有人劲儿的。我现在倒是挺佩服他的。关键是这个落差也太大了。万事开头难呀。那这些天你的工作怎么着呢？我该干嘛干嘛呀。别逞强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肯定干的比平时多得多。哎呦喂，你说跟了这个小猴之后，这一会儿吧被冤枉，一会儿开膛破肚，一会儿又得阑尾炎，你说真是让我不放心。妈，你别说那么夸张，怪吓人的。我之前就受了点小伤而已，而这阑尾炎之前就得过，又不是刚得的。那你以前怎么不跟妈说呀？是，妈以前工作太忙了，顾不上管你。但妈妈是爱你的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咱们在大事上绝对不能犯糊涂，你不能在一个已经落魄了的穷小子身上去讲仗义。你不是20岁的小姑娘了，你的时间比金子都宝贵，咱浪漫不起也浪费不起。蓝旗要是不回来，我什么都不说，但人家蓝旗把心意明明白白都告诉你了，你要是还在那个小猴身上耽误时间，那人家蓝旗怎么想啊？是，我知道这小猴人也不错，但是就他现在这种情况，等他熬出来，你都多大岁数了？而且等他熬出来，万一要是再变心，这变数太大了。妈，你这扯远了。我这是工作，我跟侯爵之间只是工作关系。行了，你都说哪儿去了？别说了，一会儿他回来了。他回来怎么了？他在这儿我也敢说呀。我跟你讲，这不是咱们不仗义，是他不仗义。凭什么呀？他一脚踩空了，非得把你拉下水，这是男子汉的作为吗？妈，你，哎呀，真是让人着急。阿姨来了。啊。十一，我刚把午饭晚饭都订好了，再坚持1天啊，明天就不吃这个了。阿姨喝点水来。不喝，我得走了。哎，小猴，你不准备送我吗？送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妈，哎呦，你就待着你的吧，我就是要跟小猴说几句话。说什么呀？小猴，哎，我们就坐这儿聊2句吧。好。先得谢谢你啊，对十一的照顾，我看他恢复的不错。没事，十一本来身体素质就好，我也不用干嘛。身体素质再好，过了30也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那他也比一般人强，就我这样的打个4、5个没问题。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一个女孩子家的跟人家比这个，这是好事吗？是不太好。我把你叫到这儿来，就是想跟你说，11已经为你付出的够多了。前些天差点把命都丢了，虽然他不这么认为，但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11的救命之恩，我是肯定不会忘的。忘不忘倒不重要。其实上次他受伤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去找你，后来一想，他在合同期内在执行任务，这也不是你的过错，所以我就没去。其实那也是因为我受的伤，也是我的责任。是。所以说这一桩一件件没完没了，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。你说他现在这个身体吧，就算是出了院，也得恢复一段时间，毕竟是开膛破肚了，对不对？你呢，现在也没个收入，还得给11一份工资，
其实这事对你来讲，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。刚好啊，现在有一个人，能比你更好的照顾十一，可以给十一所需要的一切。你作为十一的好哥们儿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十一找到新工作了，是吗？就算是吧。谁呀？蓝旗，你见过的。哦，是。这个孩子呢，一表人才，事业也好，跟十一也有感情基础。他可以给十一更优厚的待遇。重要的是，工作轻松，没有危险，而且还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十一的价值。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十一这个孩子太仁义。我的女儿我了解，如果让她现在离开你，她会觉得特别亏欠你，心里会充满愧疚。我看得出来，你对十一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既然有感情，就应该为对方设身处地的考虑，而不是自己混不好，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不是这种不厚道的人。哎，你放心啊，这事我会办，放心吧。非常好，那阿姨谢谢你了。客气啥？喂，赵总。十一啊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身体底子这么好，没问题。医生说我明天都可以出院了。出了院啊，也得休息调整一下。你的合同明天就要到期了。小猴一直没有来续约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接待了一个非常优质的客户，不再是24小时随位，而是负责酒店管理层出行和会议接待、安保工作。酒店名字应客户要求，我暂时保密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关我来把。是蓝旗找您的吧？哎呀，让你猜中了。是啊，就是他。他说，跟你父母都已经沟通过了，而且将跟你支付比以前高1倍的薪酬。他还聘请咱们公司4位年轻的随卫，诚意特别大。十一啊，你现在成了金牌随卫，价值终于可以得到体现了。同时，咱们公司的年轻的随卫也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啊。赵总，主要是侯爵这边处于最低谷的时候，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保护，还有支持。蓝旗那儿的工作谁做都行，但是侯爵这儿，我暂时走不了。十一啊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让你做一个自私的人。你还记得飞机的遇险常识吗？当飞机遇到险情的时候，做父母的一定要先自己戴上氧气面罩，然后再去救孩子。如果说他不先自救，就去救助别人，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。哎呀，你不做他的随卫，并不是说你不支持他了，而是十一，你要记住，当你的力量大的时候，
你就会更有力量去支持他。哎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再看一下侯爵那边的情况。十一啊，我求你了，先别让我说了，累死我了，我先挂了啊。 顾长没给我打个电话。回来，送走了。我妈没跟你说什么吧？没说什么，就瞎聊两句。我看你们去这么久，我还以为我妈说什么了呢。我妈这个人说话有的没的，如果说什么你也别当回事啊。电梯人太多了，咱们去拿电梯。你妈主要是夸我来着，你妈对于我照顾你这件事儿特别感动，一直表扬我，觉得我给你照顾的挺好的。你妈其实，哎，挺关心你的。其实有时候我特羡慕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晨晨，谁啊？什么意思？是吗？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现在就去啊？哎，我没事，我都有时间。熊能一会儿见啊，一会儿见。嗨，等着我啊！哎，什么？喂，你是跟这跟谁演戏呢？这是。晨晨打电话说，深圳那边那个方案准备给我签约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但是说他们的领导好像明天要出国啊，让我赶紧去，不然来不及了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事儿。是，我马上就走。那个，后面我可能就来不及去你公司签约了，后面也要经常跟晨晨一起打交道，然后他对你也有点儿……明白，我明白。行。那你自己没问题吧？我有什么不行的？我这和晨晨在呢，他一直其实心里挺惦记我的，然后其实对我也是人不错。那个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你自己好好养着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明天你让那个钱姐姐你出演啊，我就不来了。喂，赵总，我考虑好了，您刚才说的工作，我接受。啊，请进。王总，哎，张总，坐。不坐了，急事儿。哦，跟你商量一下。那就说吧。这个之前咱公司呢有几笔工程款都没有按时收回来。然后昨天呢我又交了一笔建材款，现在账上已经没钱了。
那咱们还有几笔工程款还要付啊？是啊，我愁的就是这事儿。咱公司之前从来没有过资金断流的情况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肯定有公司提前来收账，到时候咱压力更大。那就向银行借款吧。银行借贷，这个审核手续至少要5个工作日，还要冻结一部分账户。这关键是咱上一笔钱还没还呢，现在又借，审核难度会更大。是啊，之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从侯总的个人账户里支取一部分，然后再还回去。但是他现在那个账户被盗了，警方调查冻结了那个账户，但现在不能这么干了。要不短期的民间借贷？民间借贷？对啊，总得想办法吧。那这可算高利贷，风险太大，咱俩都做不了主，得跟侯总商量一下。不，他最近身体不好，不要再打扰他。你先去吧，我会想办法。成，先多费心。难忘的昨夜，恭喜我自己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手续办完了。办完了，走吧。走。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哎呀，你给我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把那手续给我。那天，他说什么都要回来，我劝都劝不住。当时还以为，在大的利益面前啊，他血液里商人的基因就起作用了。挺好的，恭喜他。假惺惺。好嘞，谢谢，领红包啊，下次再来哈。赶紧，别藏着，大表姐来了。快！告诉我回深圳了啊！啊！我去深圳了吗？记住啊！行，那。哎，你监控拆没拆？哎，早拆了，藏了，别喝了啊！别开门啊！别喝了。大表姐，我来收拾东西。哎，没想到会这样啊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侯爵呢？走了吗？走了。走了。
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唉，要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呀？他可没有舍不得你。我没说舍不得他，我是说……行了，在这儿你不是保镖，我不是前教官，可以说真话了。行吧，确实有点放心不下他。你放心不下他，他放心得下你。在大的利益面前，人就飞走了，根本就没管你。你当保镖的第1天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的工作不可以掺杂个人感情。我知道，可人是活的，哪能一点感情都没有啊？我原来也挺烦他的，觉得他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特别任性。后来发现我误解他了。怎么误解他了？他表面看上去混不吝，其实内心非常善良。你看哪个公子哥会去做救援的？是。他妈妈的死其实对他刺激挺大的。他说过，他5岁的时候就跟他妈一起死了。现在的命是捡来的，所以每次救援，他都是一副不要命的样子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不让人心疼他呢？所以你就对他产生了感情呗？我没跟他谈恋爱啊，我也没接触他的表白，只是这么长时间了，好像已经习惯了每天看到他，看着他任性、犯错、发小脾气，看着他从浮躁中一点点稳定下来，变得成熟，有时候有点恍惚。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次啊，我跟侯爵一起出外勤，其实我挺感动的。他能在沉沉的压力之下选择回来陪你，我当时就想啊，嘿，这小子还真行啊！不光是嘴巴上说说，他心里真有你。但是现在呢，你和晨晨之间，他选择了你；但是在未来和你之间，他放弃了你。放弃的挺对的，干嘛要选择我呀？选择我有什么好处？除了安全。他现在事业上升期，晨晨对他很重要。我也觉得是，你们俩现在分开挺好的。他年龄小，现在也不成熟，也不够稳定。以后事业做好了，说不定呢，他就会改变。那个时候，你对他有了感情，他要是飞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很清楚。放心吧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这里太小，容不下你。你的世界在外面。走吧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给我，给我。哎呀，给我！给我放下，放下。走。
宁南啊，我要谢谢蓝琪，想下厨请他吃饭，还有十一也来。十一最喜欢你做的沙拉，可这个我真不会，你教教我吧。哎呦，一个沙拉随便什么蔬菜，随便什么沙拉酱，随便一拌就行了嘛。这么复杂呀？我怕我做不好，或者你做好了我去取。不过沙拉是要现做现吃的才好，要不你赏脸过来做一下？那好吧，弄好我就走，不吃饭啊。那我还省了呢，没问题。十一啊，后天报道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啊，跟你去的还有4个队员，你呀要做好传帮带的工作。明白。哎呀，这3个月你过得太不容易了。哎，正好那家酒店是有山有水，你可以啊边工作边放松一下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快吃饭去吧。是。都有点想咱们食堂的饭了。那当然了，快去吧。你好。这儿呢。哎，瞅瞅这个，这不错，这个还行啊。这挺好吃的。买啥？现在是终点回到起点了。什么？蓝琪啊，你们2个现在这种关系，我真的挺希望你们可以旧情复燃的。旧情是不可能复燃了，要燃早燃了。他呢就太过完美，什么都要求完美，反而燃不起来。做朋友挺好。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吧？有吗？什么鬼地方？哎，师傅，请问一下，武天一家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武天一家里边最后一个胡同就是。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什么破地儿啊，这是！哎，等一下啊！宁南，怎么样？好找吧？找了这么个破地儿啊！这11给租的，他本来要租个更好的。我说这不挺好的吗？采光也不错，有2楼有露台，太棒了这里。关键是便宜，这要在别的地方只能租1半的。收拾的还算干净哈。哎，你喝什么？白水就行。哎。呀，开始买花了？不是，今天，对，开始买花了。来，喝水。别忙活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做饭吧。哦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哎。你这都准备好了，让我做什么呀？你就做个沙拉，其他的我来做。那我就等着吃现成的了。
走了走了。妈，啊，十一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那个，你爸让我来做饭，我那个没葱，我去借葱去了。走走走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，吃饭嘛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爸，做饭呢？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椰子鸡。是我妈爱吃的吧？叔叔啊，说为了你摆好了啊。安琪，回来了。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叔叔学做菜啊。哎，碗筷摆好了，你们先上去吧，我们俩来弄。啊，那好，上去吧。那你们辛苦了，我们俩可是吃现成的了啊。走。兰琪，来，妈，接下来干嘛？兰琪这个鸡给倒进去。我来。你爸请兰琪吃个饭，走吧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菜还挺多的。你就喝那个，我不喝酒，我喝这个吧，你别喝酒啊。哎，来开饭了啊！哎呀，来，兰琪来点白的。谢阿姨。快尝尝。哎，够了。多喝点，没事。好。来。不错，得你叔叔真传了。别放盐吧，妈。不是放了呀，有骗子。都是你们的，挺好的，反正比我强。这孩子，我的手艺一向是传男不传女。快行了吧你？再说快成一代宗师了。狮子的狮。那必须的，虽然我只有这么一个爱徒。师傅，你看这一桌子菜啊，你一边在做，我就一边在想啊。你说我这过去几年到底失去什么了呀？还是兰琪会说话，夸菜都差点把人说哭了。别，叔叔，咱们说点高兴的吧，好吧？就我们俩念书那会儿，你知道他在班里边跟我们同学都说什么吗？说他们家有个特点，这个爸爸特别爱给妈妈夹菜，就别管那个菜在哪，就算在他妈妈面前，都不停的给他妈妈夹。怎么不记得这事儿啊，十一？你说的这是你爸吗？是啊。你这小丫头，我也不记得，你是不是把别人家的事安到咱们家？行了，你别不好意思的啊。我的中心思想呢，就是我得向您学习，叔叔。来，吃个虾，补补身子啊。你说你啊，住院那么大的事儿，要不是我叔叔告诉我，你打算把我当什么人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小病都好了。到你这儿都是小病。行，反正你也要去我那儿上班了，我那儿空气好，环境好，工作也不累。能不能麻烦你就在那儿好好休养一下呀？这个好。嗯。兰琪啊，你这也回来了，你没事呢，就来看看你叔叔，陪他聊聊天，省得他孤独寂寞难受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常来啊。哎，阿姨，你看要不然这样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干脆定一定，咱们比方说每周6就过来叔叔这儿吃个饭啊，生活得有仪式感嘛，对吧？太好了，别说每周6了，就是周1、周2、周3、周4、周5、周6、周7、周8、周9都可以。你是都可以，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儿干，我们都有工作呢。你看，反正我觉得我是赞成的，你呢？妈，有空过来聚一聚也挺好的。那就少数服从多数。对，我觉得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来，我们喝酒盟誓吧。来，干了这就定了，你们就定了。对呀，多好啊！来喝，都举着杯呢。我爸我妈在一起，难得不吵不闹，谢谢你。玩过拼图吗？没有啊。那种见人玩过吧？那当然。我呢，就是一块小小的拼图，有时候缺了我这一小块啊，那个图就怎么也拼不起来。但是有了我，那个图就拼起来了。其实呢，也不是说这块拼图有多伟大，但是啊，就恰巧合适而已。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，脑子活，点子多。哎，你说他俩有没有复婚的可能？我本来觉得没希望了，不过我妈今天既然能来这儿，
也不是没可能。我妈那人多骄傲。甭管多骄傲的人，为了儿女啊，都愿意塌下腰板来。你看，是不是今天买的所有的菜都是阿姨爱吃的，还买了花？发现了，本来以为我是主角，结果是灯泡。谁不是？哎呀，但是今天只是开了个头，为他俩呀，咱们还得加把劲儿啊。需要吗？行了，回去陪他们吧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我来洗。不用了，快去看看你妈，她有点不舒服。妈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感觉也没喝多少酒啊，怎么晕成这样了？哎，扫兴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又没外人。那你走了？走了。十一啊，妈跟你说，兰琪这孩子真心不错，你相信妈一次行不行啊？啊，妈，要不然你晚上住这儿吧，让我爸好好照顾你啊。不，我得走。哎呀，你扶起来，你行吗？扶起来，我行，没事儿。哟，你妈这枕头板死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不洗了。走了，咱们慢点啊。哎。慢点，没人，侧点身，侧身。转，哎呦，转下，转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我的妈！教，自己啥量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喝成这样啊！哎，累死我了。老大，老板，他不是说要去深圳的吗？哎，你别问了，大人世界你不懂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把他拍下来，给石姐看看他现在有多痛苦。对，现在就拍。哎，对，我自己来，你先出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。行。努力重新开始。喂。啊喂，
你现在在忙吗？我有件事憋了挺长时间了，我想跟你说说，不然我憋得实在太难受了。有些话不说憋得难受，说出来更麻烦，还是别说了。没有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说的不是咱们俩，我说的是猴子。大表姐走了之后，她整个人的状态，你天天醉生梦死的。昨天晚上就把自己喝挂了，今天又断片了。刚才你知道我给怎么弄上来的吗？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她这个人要再这样的话，整个人都废了，你知道吗？侯爵不是去深圳找晨晨了吗？他根本就……十一看着他接的晨晨的电话。怎么？侯爵在演戏啊？对，他就是演戏呢。我从没看他演戏这么好过。他根本哪儿都没去，天天就在我2楼的小破屋里自己闷着喝酒。但他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表姐好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想拖累大表姐。我早就想跟别人说了，但是他不让我跟别人说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憋得实在太难受，我再不说我真的会死了。我看他难受，比他还难受。但我没别的意思，你还是别跟大表姐说了，咱还是尊重她的意愿，不然她这些委屈真白受了。跟你说，我就想让少一个人误会，还挺爷们儿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想你了。这画真漂亮啊！睡在海风，直